你是否曾经感到困惑？明明拥有了理想中的生活、稳定的工作、爱你的伴侣、关心你的朋友，甚至拥有财富与自由，但内心却仿佛缺了一块。这种无法填补的空虚感让你怀疑，是否还有什么是你没有得到的？事实上，这种空虚并不是因为你缺少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你的内在世界仍然感到贫乏。外界的一切，不论是成就、关系还是金钱，都只是你内在世界的投射。如果你的内在仍处于匮乏，即使拥有再多，也无法真正感受到满足。许多人以为吸引力法则的运作方式是，当我拥有了爱情、财富与成功，我就会快乐，但宇宙的运作恰恰相反，你必须先让自己的内在感受到快乐、丰盛与圆满，然后这些能量才会在现实中显化。宇宙不会回应你的渴望，因为渴望本质上是一种缺乏的频率。宇宙只会回应你的存在状态，也就是你的能量。如果你感到匮乏，即使拥有再多的财富与爱情，你的现实仍然会投射出这种不足感。而当你让自己的内在先充满丰盛与感恩，外界的机会与礼物自然会流向你。这是一个简单但极具力量的练习，只需要每天花5分钟，你将发现内在的能量开始转变，进而影响你的现实世界。第一步，静下心，感受当下的自己。找一个安静的空间，放下手机与外界的干扰。闭上眼睛，深呼吸3次，感受气息的流动。让自己的身心完全放松，进入与内在对话的状态。第二步，问自己关键问题。当你平静下来后，问自己，如果外界的一切都不再重要，我真正想要显化的是什么？不需要急着回答，让答案自然浮现。你的内在早已知道答案，只是你过去习惯了用外在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价值。现在，让你的内心告诉你，什么才是真正的渴望。第三步，自由书写，记录内在的声音。拿起纸笔，不加思索地写下心中浮现的话语。不用在意语句是否通顺，这是一场与自己的深度对话。记录你的感受、恐惧、期待与梦想，让一切毫无保留地流露。第四步，将内在愿景转化为显化语言。吸引力法则的运作关键在于你所发出的能量频率。当你将你的愿景转化为当下已经拥有的语言，宇宙便会开始回应你的振动频率。例如，我希望能够拥有幸福的生活。这是一种缺乏的频率。我已经拥有丰盛与幸福，因为我是值得的。这是一种丰盛的频率。试着转换你的语言，让你的显化语句充满信念，并每天大声朗读，让宇宙听见你的宣言。当你每天花5分钟做这个练习，你会发现，你的情绪变得更加稳定，内心不再被外界的得失左右。你的现实开始发生变化，新的机会、人事物自然地流向你。你不再追逐幸福，而是从内心深处吸引幸福。这不是魔法，而是宇宙运行的自然法则。当你的内在改变，外在的世界就会跟着改变。你不需要靠努力去获取才能幸福，而是透过调整自己的频率，让幸福自然而然的到来。一切显化的源头都来自你的内在世界。当你先让内在充满丰盛，外界的丰盛将无法避免地流向你。你是否曾经疑惑，为何总是被相似类型的人吸引？一开始以为这是命中注定，是宇宙精心安排的缘分，但最后故事的结局却总是令人失望。那些熟悉的情节，相似的情感拉扯，一次次的在生命中上演，
如同一场无法挣脱的循环。这并不是巧合，而是一个来自内在的召唤，那个尚未被疗愈的内在创伤，正在透过这些关系，试图被看见。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，外在世界只是内在世界的映照。我们吸引的不是我们想要的，而是我们内心真正的信念。当内在还存有未解的伤痛，宇宙便会透过不断重复的情境，让我们有机会去看见、面对、疗愈。如果你童年曾经感受到被忽视、不被爱，长大后你可能会不自觉地被那些冷漠难以亲近的人吸引。这不是因为你喜欢受伤，而是因为内心小孩渴望填补那份缺失的爱，希望透过这次的努力，换来一个不同的结局。然而，这往往只是在过去的创伤中打转，当对方再度让你感受到熟悉的忽视或拒绝，那份痛苦便会再次浮现，让你陷入为何总是这样的困惑与无力感。改变的第一步是看见这个模式，并诚实地问自己：我为何总是被这样的人吸引？这段关系让我重温了童年的哪些情绪？我是否一直在寻找某种未曾获得的认可与爱？当你意识到这些问题，你会发现，真正需要被改变的，不是外在的对象，而是内在的自己。每个人内在都有一个小孩，那是曾经受过伤的自己，仍停留在过去的某个时刻，等待着被看见、被爱。当我们不断吸引相似的关系，其实是内在小孩在向我们求救，希望我们回头拥抱他，斜线他。你可以试着闭上眼睛，想象那个小小的自己站在面前。他斜线他可能带着害怕、委屈、不安的眼神望着你，等待你的回应。此时，轻声地对他斜线他说：我看见你了，我知道你一直很努力想要被爱。我会照顾你，不再让你独自承受这一切。这是一个与自己和解的过程，也是让内在感受到安全与爱的关键。当内心小孩得到真正的安慰，外在的吸引力模式也会逐渐转变。当你开始爱自己，真正的满足内心的需求，你会发现自己不再被那些带来痛苦的人吸引，而是能够与真正适合的人建立健康的关系。不再将爱情当作拯救自己的出口，而是让自己成为幸福的源头。不再渴望别人填补内心的空缺，而是透过爱自己来丰富内在世界。不再执着于改变某个人，而是选择与真正能给予爱的人同行。当你的频率改变，宇宙便会回应你全新的能量，让真正适合的人走进你的生命。吸引力法则不是魔法，而是来自你内在的能量磁场。当你还停留在旧有模式，宇宙便会投射出相应的关系，但当你选择疗愈自己，宇宙也会为你带来新的可能。当你不再害怕孤单，而是享受与自己的陪伴。当你不再需要透过别人来证明自己的价值，而是深知自己值得被爱。当你不再重复过去的伤痛，而是创造全新的关系，你将发现宇宙为你准备的爱，比你曾经期待的还要美好。在宇宙的浩瀚之中，万物皆有其运行的法则，如潮汐般循环不息，如星辰般闪耀其中。而爱，便是这宇宙最深层的引力，是无形却强大的吸引力，让生命不断寻找归属，让心灵在混沌之中找到方向。或许我们曾经以为爱是单纯的拥有，却在失去时才明白它的珍贵。或许我们曾经渴望掌控，却在真正的放手时发现爱的流动性。爱的本质并非占有，而是包容；并非束缚，而是自由；并非依附，而是共同成长。爱是宇宙运行的一种方式，就如同地心引力牵引着行星运行，爱牵引着我们回归自己最纯粹的状态。在这趟生命旅程中，
当我们被困于内心的挣扎时，爱始终在那里，等待我们重新回应它的呼唤。每个人都曾在爱与恐惧之间徘徊，这是一种灵魂深处的挣扎，就如同宇宙间的引力与斥力，交错拉扯着我们的决定、行动与感受。我们在关系中渴望掌控，却在控制的过程中失去了真正的连结。我们在困难中迷失方向，忘了真正重要的是内在的安稳。我们在压力中感到孤单，却忘记爱才是最强大的支持。爱不只是浪漫的情感，它是一种能量，一种支持生命前进的动力。当我们迷失于现实的混乱时，爱能够带领我们回到内心的宁静。如果你正在经历挣扎，不妨闭上双眼，深深吸气，再慢慢吐气3次，想象自己沉浸在一片宁静的海洋中，让爱包裹你。这片海洋既广阔又温暖，它不急不躁，却有足够的包容性，让一切情绪都能被接纳，让每一个问题都能找到答案。这提醒我们，爱并非完美，而是真实的体验。它是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感受，快乐、悲伤、希望、失落，它是生命最核心的本质。在宇宙的运行之中，有一条不变的法则，那便是吸引力法则。我们内心的想法、情感与能量，就如同磁场一般，吸引着与之匹配的人事物。如果我们选择爱，宇宙将回应我们更多的爱。如果我们选择恐惧，宇宙则会放大我们的恐惧。这并非一种惩罚，而是一种学习的机会，让我们透过经验，意识到自己真正渴望的状态。爱与恐惧并非敌对，而是互为镜像，让我们在面对恐惧时，选择回到爱的状态。当你感到焦虑时，不妨轻轻对自己说：没关系，我爱我自己，我允许这个情绪存在。这句话就如同黑暗中的一丝光亮，让我们记起自己拥有选择的能力。我们可以选择用爱去看待这个世界，可以选择在混乱中找到平静，可以选择相信宇宙的美好。当我们选择专注于爱，我们的频率开始与宇宙对齐，我们开始吸引更多支持我们的能量。这不代表我们的人生不会遇到挑战，而是即使在困难面前，我们依然能保持内在的稳定与信任。回顾你的生命旅程，你会发现，爱从未真正离开过你。它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出现，或许是家人的关心，或许是朋友的陪伴，或许是陌生人的微笑，甚至是一次困难的经历，都可能是爱的另一种展现。爱是一种体验，一种对生命最深层的理解。当我们选择爱，我们的心变得柔软，我们开始看见世界的美好，我们学会在黑暗中找到光明，学会在风暴中保持平静。我们不再执着于控制，而是允许生命自然流动，允许自己在这趟旅程中成长、蜕变，并成为更完整的自己。无论你正经历什么，请记住，爱一直都在，它是宇宙的核心，是生命的本质，是连接我们每个人的无形力量。当你迷失时，请回到爱的状态，因为那里总有答案等待着你。夜深人静，你凝视着天花板，心里浮现着无数个问号。为什么我总是遇到渣男斜线女？为什么对方总是这么差劲？为什么我的感情、工作、生活总是无法顺利？或许你以为这只是运气不佳，或是世界对你不公平。但如果换个角度来看，这真的只是偶然吗？还是这其实是你内在世界的投射？宇宙有它的运行法则，就像万有引力使苹果落地一样，我们的思想、情绪与行为也在产生一种无形的力量，这便是吸引力法则。你的频率决定了你吸引的人与事。你或许听过这句话：
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但这不仅仅是一句俗语，而是一种深刻的宇宙法则。科学已经证实，所有的物质、思想、情绪，甚至语言，都具有能量与频率。当你的内在充满负面情绪，例如焦虑、不安、抱怨、愤怒，那么你发出的频率就会与这些低频能量对应，吸引到相同频率的人与事件。这也是为什么当你处于低潮时，总觉得世界处处不顺，坏事接二连三发生，而当你充满爱与自信时，似乎一切都变得顺遂。这不是迷信，而是一种能量共振的结果。当你遇到总是伤害你、让你失望的人时，请不要急着指责对方，而是问问自己，我的频率是什么？我吸引了什么样的人？改变频率，吸引美好。如果你希望自己的生命开始转变，那么第一步就是提升你的频率。当你的频率变高，自然就会吸引到与你相匹配的人事物。那么，该如何提升自己的频率呢？这里提供几个关键的方法。一、改变日常习惯，调整能量状态。你的日常行为决定了你的能量场。如果你习惯于抱怨、不满，或者经常沉浸在负面情绪中，那么这些行为会持续拉低你的频率。相反的，当你选择改变自己的语言和思维模式，开始练习感恩、肯定与正向表达，你的频率自然会提升。你可以这样做：每天写下3件值得感恩的事情，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事，例如，今天的阳光很温暖，我吃到了一顿美味的早餐，有人对我微笑。这些细微的感恩能让你的能量从缺乏转向丰盛。停止负面自我对话，如果你总是对自己说，我不够好，我不值得被爱，那么这样的频率会让你持续吸引到贬低你的人。取而代之，你可以开始对自己说，我值得被爱，我是美好的，我正在变得更好。避免抱怨与批评，抱怨只会让你停留在问题里，而不是解决方案里。试着改变你的语言模式，将为什么事情总是这么糟，转变为我可以从这件事学到什么。2、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，提高身体能量。我们的身体是能量的载体，当身体健康时，能量自然会流动顺畅。当身体处于疲惫与压力中，频率就会降低。你可以这样做：运动，不论是瑜伽、慢跑、跳舞，还是简单的伸展运动，都能帮助你释放低频能量，让身体回到平衡。吃高能量食物，新鲜蔬果、坚果、干净的水，这些天然食物都带有较高的能量，而过度加工的食品则会降低你的身体频率。充足睡眠，睡眠不足会影响你的情绪与能量场，让你更容易陷入低频状态。确保自己每天有足够的休息时间，让身体恢复元气。3、练习内在平静，与宇宙对齐。当我们的内心充满焦虑与恐惧时，能量场就会变得混乱。练习让内心保持平静，可以帮助我们对齐更高的频率，与宇宙的流动同步。你可以这样做：冥想与深呼吸，每天花时横线15分钟静坐，专注于自己的呼吸，让自己回到当下。这不仅能降低压力，也能让你的能量更加稳定。大自然疗愈，到户外走走，感受阳光、风吹、树叶的摇曳，这些来自大自然的能量能帮助你提升频率，恢复内在的和谐。练习当下感，不要过度担忧未来，也不要纠结过去，而是专注于此时此刻，去感受当下的一切。当你活在当下，你的频率会自然而然的提升。4、自我反思与成长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有时
我们会遇到让自己不舒服的事情，这些经验并不是为了让我们痛苦，而是为了让我们学习与成长。你可以这样做：每天问自己，今天我学到了什么？这个习惯能让你从困境中找到成长的机会，而不是被困在负面情绪里。写下你的情绪，当你感到难过或愤怒时，不妨拿起笔，把你的感受写下来。这不仅能帮助你厘清内在状态，也能让你意识到自己在哪些地方需要调整。勇敢面对内在阴影，我们内心的伤痛与恐惧，往往是我们频率低落的根源。当你开始疗愈这些伤口，真正爱自己时，你的频率才会稳定提升。改变自己的频率，不是要让你变成另一个人，而是让你成为最好的自己。当你开始活出爱、平静、自信与感恩，你会发现你的世界开始改变了。那些伤害你的人，让你失望的经历，会逐渐远离，而真正欣赏你、支持你、与你频率相符的人，会慢慢出现在你的生命中。这不是因为你更努力去吸引谁，而是因为你成为了那个值得拥有美好事物的人。不是改变别人，而是先改变自己。当你提升自己的频率，你的世界将不再一样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